注意看，比死神方便还猛的中国散打王横空出世，3拳2腿 KO 2位世界搏击冠军，彻底看呆武僧一龙。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眼前正在出场的这一名选手呢，就是号称比死神方便还要猛的中国山东散打名将曹鲁健。上战绩50胜6负，其中包括26次 KO， 并且曾经连续获得过8届山东省的散打锦标赛冠军。那么他的这个战绩的确是非常辉煌了啊！可以说任何老外和他交手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好，这场比赛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曹鲁健今天的对手，来中国踢馆的便是英国的自由搏击冠军3冠王奥格勒斯。好，没有错，他也是不远万里从英国呢跑到中国前来踢馆。那么在英国他已经是难寻敌手了，所以说也希望遇到过更强大的敌人。哇，我们看这个家伙，比赛没开始很兴奋啊，先给自己来上2拳。这个行为的话很少见了啊！观众朋友们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个小子狂犬病发作了。来自中国的曹鲁健，南方选手是英国的奥格勒斯。比赛现在开始。好，我们仔细看，比赛已经开始。红方选手白色战袍，中国小将曹鲁健；蓝方选手黑色裤衩他就是英国3冠王奥格勒斯。好，双方一上来的话也是进行腿法上的一个交流。两个人这个腿法都不错啊，都很厉害。那么赛前这个奥格勒斯也说了，今天就是想来会一会中国散打王的腿法怎么样。打方便没机会了，因为方便已经退役了，那就试一试这个曹鲁健怎么样。看来他对自己的实力还是非常的自信。这个英国人都挺狂的，其实。我3年前见过他的比赛，当时他没有这么个身高，那时候身高也就1.8米左右的量，没有这么大。那时候打70，现在改成打80。他的拳腿组合很有这个力量。在之前的疯马奥格勒斯的比赛当中呢，疯马的身，这个击服有效果了，再来。观众，本场比赛还开局不到1分钟啊！我们看这个奥格勒斯已经是半跪到了地上，没有错，这拳应该是有爆肝。我们看裁判也是毫不犹豫送给了对方一个好礼物，那就是读秒。曹鲁健能否扩大战果，连续的打了3口拳，连续攻击肋部。现在这个对方的软肋，对，这成软肋了就是软肋，这真是连续攻击同一个地方。他现在有意识想下压来守这个地方，但是很难。这个打腿动作今天的这个曹鲁健打得太凶猛了。今天这个曹鲁健身高1.88米的，非常的高大，所以说奥格勒斯以往的身高优势不复存在。而且曹鲁健不仅是身形高大，而且速度也是过人。这个80公斤实际上最好看，又有速度又有力量。曹鲁健再有聪明的，对，加这个腿法的进攻要上头，因为你身高1.88米，这很容易起高鞭腿上头动作。这场比赛曹鲁健可以说在身形方面还有速度力量方面都占尽了优势。这个开局很好，这毕竟是曹鲁健第一次来昆仑决大比赛。对，我特别喜欢。我看这3口拳，对，同样有风险，的，因为80公斤有力量的，对，一拳就可能死掉。刚才我们看到英国的这个奥格勒斯一个上勾拳打中了曹鲁健。奥格勒斯的内围战呢还是非常的独到，但是呢，曹鲁健打开大河，并不给奥格勒斯机会。这很浪费体能的呀，曹鲁健。这个看，就用右手上勾拳，看没有？又打一个上勾。这倒计时还有10秒，对，双方能否有？非常漂亮，有太可惜了。好，观众朋友们，比赛马上要来到第2回合了对方的奥格勒斯打得非常难受因为他平日里引以为傲的身高和臂展，今天在曹鲁健这1.88米的大高个面前全都不复存在了。在第1回合，曹鲁健是拿到了绝对性的一个优势，而且还有一次成功的读秒。所以说，接下来只要我们稳住的话，本场比赛肯定会获得胜利了。而且腿法的进攻，对了，看没有？对了，连续3拳，这个曹鲁健进攻很全面。然后你再出拳就对了，对，这样就有机会。但是马上直接后腿打了，后腿直接跟上了，打直拳，不要这种摆拳了。曹鲁健还真的有实力，对，腿也很重。是的，这个时候奥格勒斯呢防守显得有一些的软绵无力，毕竟是自己的前腿多次遭受到了曹鲁健低扫。
好，我们看比赛的第二回合，曹鲁健连续的砍腿，让这个奥格勒斯啊，的确是有点痛不欲生的感觉了。而且曹鲁健连续的砍腿呢，这个效果呀也是非常的明显。好，连续砍腿，哎呦，这个腿法劲儿太大了。我们看奥格勒斯这个时候还能不能站起来？看情况应该是够呛了。看一下能不能站起来，走2步啊，走2步，看一看你还行不行了。不行了，观众朋友们，裁判终止了对局。赶紧啊！担架有担架上担架，有轮椅上轮椅，给这哥们儿给他推回英国去吧！啊，非常的精彩。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曹鲁健在比赛第2回合的这个对手。那么，相较于上一回合来讲呢，这个家伙啊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拳坛老将，35岁的啊丹尼尔。上一场比赛，英国选手特意来找曹鲁健来拼腿，而这场比赛对方则是来找曹鲁健来拼拳。好，来看一下双方这场比赛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这个是个老将了啊，比曹鲁健也是大了好多岁。好，仔细看，红方选手红色裤衩，中方选手代表中国红，曹鲁健。那么蓝方选手就是来自于新西兰的丹尼尔，杰梅。我觉得您还是保持了一个非常冷静的心态。比赛不到最后1秒钟啊，任何情况都有可能。是。好漂亮！哦呦，前后手的轮摆力道很足，对方明显是有点发慌了。曹鲁健的身高啊，的确是很恐怖啊，1.88米的一个身高，无论是打哪个老外啊，都是很有优势。我们看，对方的新西兰选手丹尼尔在他的面前依然是少了半头。说不好听点是爸爸打儿子啊，说好听点是大人打小孩。虽然对方啊，我看到实在是给了强大的压力，可是我们这中国选手年轻小将，他在比赛中确实打的还是步步为营啊，稳扎稳打。没有错。本次5战世界功夫争霸赛也是级别非常高的一个比赛，所有的选手世界排名包括交叉拳法，对我们在国家队的选手成绩都是非常的优秀。我觉得王者之战这一场上来，双方选手都没有太多的去试探对手。一个是呢直奔主题，再一个呢他们还是就是注重实效的打法，就是避实就虚，避动就轻。正所谓是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他们注重的是个有效的击打，有效率更高，就志在必得。没错，我觉得双方呢内部定的这个目标就是 KO 拿下 KO 对手。打挺。看看双方这一场的表现。曹鲁健在我们的5战第1场也曾经参加，获得了胜利。好，距离比赛第1回合结束还有1分钟的时间。我们看，曹鲁健连续的进攻啊，把对方逼在角落。这个时候，这个丹尼尔没有办法，只能通过搂抱来限制一下曹鲁健的进攻。可以说本场比赛我在对方的身上是丝毫没有看到任何一丝的挑战者的这个气势，观众朋友们，我感觉打得非常的油滑啊，感觉他好像是擂台守擂者啊，并不是来踢馆的。好，你看又一次的搂抱，这种无用的带摔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在我们规则范围之内，这并不加分。就是提前的这个预备是比较明显。我们经常讲的这拳击中有个术语叫打电话，就是你拉开架子就给你一个对方给一个提示，就是我要做动作，我要打你了，所以我们叫打电话嘛，一个是动作很形象，再一个呢，这个寓意也非常清晰，就是通知你。已经讲的有意莫待行，待行必不赢。好，观众朋友们，比赛来到第2回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啊这一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要小心！我们看曹鲁健在倒地的瞬间啊，对方也是站在我们的面前，这盯着我们啊，这是一种好，你看他还想把曹鲁健甩飞在地上，但是很明显啊，对方是有点搬不太动了。真是斗智斗勇，这个迎击打非常好，好的，有机会，注意效果。刚刚曹鲁健的这一拳，我只能用漂亮2个字来形容啊，也可以说是完美。好，那么接下来还有2分钟的时间，对于这个丹尼尔来讲呢，是非常非常煎熬的一个阶段了啊。那么他想要耗费时间也很难。好，你看
通过这种卑鄙的手段啊，想要耗一下时间。这个丹尼尔表示说我不疼啊，说我自己没事儿。那观众朋友们啊，这疼不疼啊？打在谁身上谁知道？哈哈，你不说，难道就代表你不疼了吗？因为刚才这个有效击打呀，它是连续重击，所以呢，我想着这种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我觉得曹鲁健是有这个能力的，我们看得到第2局也是非常的主动。所以现在呢，他要掌握好自己的个技术战术的节奏变化。对方现在非常聪明，马上跟你缠斗。这个时候如果聪明一点的话呢，打游动、打游击战，拉开，对，哎，拉开距离，拉开这个角度。就像您说的，还是不能轻视对手。在这个技战术方面呢，要恰当的根据自己的特点来掌握战术变化。好，我们现场的观众也非常应该说呢，这个比赛应该是结束了。好，没有错，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非常的精彩。那最终这场比赛最终在第2回合，曹鲁健也是用自己彪悍的重拳 KO 了这个来自于新西兰的擂台挑战者。对方信心满满，作为一个拳坛老将，想要和我们来这个会拳法，可以理解啊，但是呢有点不自量力了啊！那也恭喜曹鲁健获得比赛的胜利。身高1.88米的这个壮汉啊，不愧是山东好汉。都说山东的大葱啊长得都比人高啊，以前我不信，现在我真信了。好，再次恭喜曹鲁健。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啊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中国小伙在日本擂台惹下大祸，一记神龙出海，干碎日本拳王的下巴，彻底吓坏日本女观众。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呢是为您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中日对局。没有错，武僧一龙的大弟子没有错，就是我们中国那位号称有着金钟罩铁布衫的武僧一龙，他的大弟子眼前的赵重阳来到了日本东京啊，大家眼前这个贼眉鼠眼啊，皱着眉毛的日本选手伊藤健人。这一次赵重阳来到日本呢，是拿下了3连胜的一个战绩。那武僧一龙呢，现在也在台下啊，观看自己大徒弟的比赛。赵重阳啊，是武僧一龙呢最早收的一位弟子啊，也是他的得意门徒。好，我们看一下红色拳套赵重阳，蓝色拳套的话是伊藤健人。对方的身高和臂展啊有着明显的一个优势。这一次赴日之行呢，赵重阳是拿下了3战3胜3 KO 啊，让日本人很是苦恼。对方选手的话是一个台独分子，我们仔细看啊，他的这个内裤上啊，这个短裤上纹了2个大字啊 ，TW 啊，就是台湾的缩写，没有错啊，他是个台独分子。他支持台湾独立，所以说赵重阳也是很生气啊，他表示我们台湾是我们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好，连续低扫。赵重阳给到对手的这个压迫感啊还是很强。我们看赵重阳的这个低扫呢，和武僧一龙啊非常像，两个人都是啊有这种直直的啊势大力沉的感觉。国内啊有很多人黑这个一龙啊，说一龙的这个假和尚啊假武僧。观众朋友们啊，武僧一龙呢为国争光啊，这个事儿他绝对是真的。哎呦，这个击负有效果，连续的重击，有机会。哦呦，呵呵，对手软下来了。刚刚应该是有爆杆。这个伊藤健人啊，和我们中国很多选手有过切磋。这个健人啊，他这个名字只能这么叫啊。他和许英华啊打过比赛。裁判什么情况？他是在保护这个日本选手啊。好，最后的时间。ボディへ照準を定めるジョ・チョンヤン下がっていく伊藤健人です
パンチを放ってくるのはジャオチョンヤ。なんとか好，没有错，各位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还是非常精彩。那第一回合我们仔细来看啊，这完全就是你看，这个后手的直拳啊，躯干直拳，对手整个人软了下来，应该是爆肝了。这个断没断肋骨啊不好说啊，但是爆肝的概率还是很大。赵重阳和他师傅一龙的区别呢还是很大啊。一龙呢是一个相对来说偏向于腿法，他的低扫很厉害，而赵重阳今天啊他在拳法上的表现还是很出色啊，而且毫无保留啊。第一回合呢就把所有的压力给到对方日本选手，而且赛前据说啊日本选手的这个父亲啊已经说了啊，如果你打不赢，你不要来见我啊，你干脆当场切腹。顶着这么大的压力啊，对方看起来确实很紧张，有点心不在焉。伊藤選手もテクニシャンですからね、もうその辺はちゃんと以降はもらわないようにするでしょうかね。好，第二回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双方选手的表现。好，又是连续的躯干拳，没有错，击腹再来，打是打7寸啊！赵重阳深知这一点。やっぱりボディ来てますね。そうですね。伊藤選手も序盤ミドルを走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も、最初のキレ少し出るような感じもするんですよね。浦部選手どうですか、伊藤の蹴りは。こういった蹴りは。そうですね。まあい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ど、相手が好飞膝，赵重阳第二回合的进攻上打得还是很凶。实际上对方啊这个臂展和胳膊都很长啊，还有腿的长度，但是面对赵重阳啊这个坦克般的进攻啊，几乎是没有什么办法。伊藤に今そこは見えているでしょうか。左のインローありました。圧力があるジャオチョンヤ、ここもボディストレートだ。伊藤選手冷静で、効いてるのかもしれないけど冷静ですよね。ちゃんと綺麗にリズム取れてますよね。膝を狙ってるような気がします僕は。好，第二回合已经过去了半回合。好，这个低扫啊，这看着就很脆。我们中国选手的这个腿法呢，更偏向于这个散打啊，所以说他的这个劲儿更足，而且快且脆。パンチを誘って前傾の姿勢になる状態からだと膝が出しやすいですよね。いや平子さん、このジャオチョンヤンという選手は中国の選手の中でもかなり攻撃多彩ですね。上に下にと中ようなボディもね、これがすごいそれ近づけない要因ですよね。まあ平子さんのお話だとこう中国人選手はこうゴリゴリ押してくるようなファイターのイメージがあったという中で、こういう選手も育ってき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ね。パワフルかつ技術面も高いですよね。そしてこのダウンを奪うボディーブローも持っています。ジャオチョンヤ前に出てきますが、どうですか。好，还有最后的半分钟。又是顶膝。赵重阳的这个膝法呀，确实很厉害。这场比赛的使用频率呢也很大。伊藤の攻撃を嫌がっている部分が。残り10秒です。第2ラウンド。前にプレッシャーをかける。左のミドル強烈。ボディえぐる。だからさっきみたいな入り方ができてないですよね、パンチで。はい、そうですね。好，没有错，观众朋友们，第二回合已经结束。那今天是3回合的赛制，每回合3分钟的时间。那也就是说，接下来比赛还有最后的一回合。不知道屏幕前的您认为赵重阳今天能否 KO 对方的日本选手啊？反正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机会的啊。因为赵重阳现在为止已经把对手打到筋疲力尽，对方啊体能也不行啊，而且他的这个战力水平也不咋地。このラウンドは伊藤選手は街で合わせるだけじゃ勝てないですよね。自分からいかないと。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第3回合的表现。北西，哎呦，什么情况？
哦，这个人都对眼儿了。我的天哪！来自于一龙奥羽搏击俱乐部的赵重阳，一龙的大弟子哦，这个神龙出海啊，这个是。好，这一下的话，对方选手彻底不行了，彻底是瘫软倒地。好，这场比赛让我们恭喜眼前的赵重阳。哦呦，这个家伙还在抢救。赵重阳非常的讲礼貌，赶紧给对手鞠了一个躬。没有关系啊，比赛完事之后我们直接吃席。让我们再次恭喜赵重阳。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啊！这个比赛打得确实很精彩。让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精彩回放。哦呦，这一下，我对手的脑袋好像拨浪鼓，这一下估计啊，这个脖子应该是不能好了。而且下巴这个位置啊很脆。你看赵重阳这个时机抓得多准啊！抓对手的这个出手的一瞬间啊，不在防守的这个瞬间啊。对手还在猝死。好，不管怎么说，让我们恭喜赵重阳啊！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在抓对方，中国小伙王俊光一脚爆杆干趴老外，赛后当众跳舞庆祝，把老外气到跳起来。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就是这场对局中我们的中国小伙王俊光，他自幼习武，18岁开始崭露头角，喜欢压迫式的进攻方式，综合实力极强。曾经在日本擂台和这日本第一拳王武尊大战300回合，虽然遗憾点数判定输掉了比赛，但是也打得武尊面目青肿。正在我们的王俊光一路高歌猛进之时，他却碰到了自己此生最大的强敌，来自西班牙的拳王乔治·维尔拉。这个乔治·维尔拉可不一般呐，他曾是西班牙皇室的拳击教练，出手狠辣无情，在西班牙是罕逢敌手，更是有拳坛王者之称。这对于我们的王俊光来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硬战。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闲言少叙，第一回合比赛正式开始。这个一头墨西干头的就是我们的中国小伙王俊光，而身穿花色短裤的则是西班牙拳王乔治·维尔拉。可以看到双方在第一回合的一开始，这个进攻欲望不是很强，都在试探对手。话说这个乔治·维尔拉，上次他这个乔治·维尔拉呢，从身形数据来看，比我们的俊光稍微高那么一点儿，臂展也长一些，但是论技巧，他不如我们的俊光。据说这个乔治·维尔拉的组合进攻非常的厉害，不过我们的王俊光拳法也是不遑多让。可以看一下双方选手在这场比赛表现如何。王俊光复出之后的一个改变。对，王俊光啊，就是光速的进攻。那这一次是5回合的比赛，其实呢，他的王俊光的5回合比赛呢是在泰国打的，是纯泰，是江通菜的老板安排他去打比赛。这个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出来了，我们王俊光这一身打扮是一身纯泰拳的打扮。这个我们的俊光在外比赛也是不短了啊，他跟这个泰国拳王江通菜老板的关系非常的好。所以说我们的俊光也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纯小将，可以说是一名悍将了，虽然年轻。好，那再来这个乔治·维尔拉在日本也打了好几场比赛啊 ，KO 了这个日本的小泽海斗啊 ，KO 了这个卢泽龙城。哎呦嚯，单腿接一个摆拳，可以看到这个乔治·维尔拉也是有一些慌啊，尽可能的保持一个安全距离。龙奈啊，其实他的快速进攻还是有一些漏洞在的，所以自己要注意一下。哦呦，刚讲完这个王俊光脸上说：“哎，好几拳，要注意注意注意，不要乱，报价拿好。”哦，哇！在对攻的时候，这个王俊光拳法分量稍有不足，对，而且报价没拿高。今天的乔治·维尔拉是有备而来哦。虽然他打不过这个乔治·维尔拉，在中国的这几场比赛都不是很顺利。之前跟邱建良的那场，他大言不惭的说要打到邱建良这辈子不敢面对他，结果被我们的梁神是用一记熟悉的神龙摆尾当场 KO。日本犯的一个低级错误也已经改过了，他一味的摇闪，对方给他吸上头，他还在摇闪就被 KO 了。
好的切入打中对拼，非常漂亮。哦呦，直接将这个乔治维尔拉击倒在地，非常的迅猛啊！我们俊光找这个机会很好。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比赛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可以看到这几记重摆是结结实实打在了乔治维尔拉脸上。可以说我们俊光这个表现呀，跟邱建良很像，全上都很高，找时机发动猛攻。对，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双方选手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彩表现。比赛我们这个金腰带的争夺战是5回合。好的，第二回合比赛正式开始。可以看到乔治维尔拉也是从攻转守了，防守做的还不错。我们的乔治维尔拉的膝盖给撞到了。乔治其实体力也是不错的，因为他平常踢足球，所以每天跑，爆发力也够。好，我们允许有10秒的缠抱，但是呢，2个人必须要有击打的动作。今天2个人的内围不是特别的这个有他们的招式，所以只能抱起来啊，没有其他的动作。好，哎呦，我们这个俊光学泰拳学多了啊，气势很猛啊，硬吃你攻击，示意你再来。可以看到乔治维尔拉也是有一些无奈啊。今天的乔治打的呢，报价就比较严谨一点。好，压到角落，有没有机会？乔治有这个正蹬，还有跳膝。现在是第2回合。来，点，突然进啊！突然拉近，突然拉个节奏，突然拉个节奏，突然拉个节奏，相当耗体力的。没错。哎，前后摆拳。好像蓝方的乔治也在喘气的，因为他赛前的降重不太顺，降了2次才过。这个乔治维尔拉也是开始着重进攻了啊，有些担心自己的节奏被我们的俊光抓死。技能，因为毕竟是5回合的比赛。然后2位都在寻找机会。是吹完有没有？其实双方如果有内围技术的话，可以去拿出来好好利用一下。现在来看2位都没有。对，Fusion 的规则就跟武力方式不太一样。对。哇！技法。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2回合比赛正式结束，让我们来看一下第2回合比赛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可以说在第2回合乔治维尔拉打的还是很稳的啊，他这个防守做的很棒，反击做的也很不错。不过我们的俊光呢，抗打击能力很强，而且进攻也很猛。双方的第2回合其实都没有占据什么太大的优势啊，谁也吃了几记暗亏。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第3回合，我们的俊光能不能 KO 这个选手。第3回合的比赛了。是。那话说，乔治维尔拉他们拳馆的训练确实是非常的扎实，每个运动员的爆发力都非常强，包括他还有一个师弟在 Fusion 里面也是排名第5。好的对拼，这个乔治维尔拉的组合进攻确实很猛啊。对方的拳快重。因为可以搂抱10秒，所以王俊光进攻就被爆了。哇！我们俊光的战术调整的非常好，他在第2、3回合一直选择将这个乔治维尔拉逼至栏边。可以看到乔治维尔拉也很难受。逼到了合成角。是。但在这个10秒的缠抱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击打动作的话，我们裁判就可以
喊分开了。王俊光，你打过5回合的全泰啊，你把泰拳技术拿出来用吧。这个乔治的教练一直叫说王俊光的这个手，可是这个手是合理的控制的手法。对，内围就是这么玩的。只是说王俊光控制之后啊，他脚这个膝盖要上，你不要光用手。哦，下旋摇闪，再接前手平勾。好，打进去。那么这一回合双方的缠斗偏多，可以看到这个缠斗已经在这一回合达到3、4回了，这个体能消耗确实也很大。好，漂亮，小陈后蹬，再来。所以不止这个李居勋这边有内围技术，我们未来在轮拼的比赛会看到更多的内围技术。踢法，对，细法要跟进。你顶不到对方的肚子啊，可以顶对方的大腿。要顶，没顶，可惜了。好，还有10秒。王俊光的手要拿高一点。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3回合比赛正式结束，让我们来看一下第3回合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可以说第3回合呀，两方都是下了大力气，开始加强自己的进攻节奏。这个乔治·维尔拉也不愧是西班牙王室的拳击教练，打法也确实是很猛。但是我们的王俊光是防守和进攻做的都很到位，所以在第3回合乔治·维尔拉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让我们来看一下第4回合，我们的王俊光能不能有所突破。到了第4回合的较量了。经过前3回合的较量，看看王俊光能不能找到这个我们的乔治的漏洞，或是他的短板。好，哦，那王俊光就是往后退，是直线的退啊，他没有做这个环绕步，所以会被这个乔治给追到。所以后续退的话，一边退一边转弯。现在王俊光开始冷静下来了，王俊光在抓对方的漏洞，回身踢，哎呦，漂亮！这个漏洞抓得非常的好，我们可以看到乔治·维尔拉直接倒地。哎呦，我们这个俊光啊很可爱啊，喜欢跳舞，阳光开朗大男孩。无愧是我们的俊光，这一脚抓的时机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很迅猛。好的，让我们恭喜我们的俊光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可以看到啊，这一脚踢的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这个乔治·维尔拉也是没有想到胜负竟然在这一瞬间就已经达成了。让我们再次恭喜我们的俊光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